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故事啊，特别有意思。它讲的是怎么从一个心碎的终点走到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你想想看，如果你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结果呢，眼睁睁看着他死了，这得是什么感觉？好，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两个门徒的脚步，一起走上那么一条尘土飞扬的路，去看看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又怎么被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观。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哎，你听听这句话，这里面满满的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对吧？说这话的人呢，他们的世界真的就是刚刚塌了。你想啊，他们的领袖，他们所有的希望就这么被公开处决了。我们现在就一起回到那个时刻，去感受一下他们心里那种可以说是深不见底的绝望。好，我们的故事这就开始了。第一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时间点也很关键。当时啊，庆祝自由的逾越节才刚刚过完，但紧接着就是那场残酷的十字架刑罚，也就过去那么几天。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空气里啊，都飘着那种悲伤、困惑，还有恐惧的味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你看，所有事情都发生的特别快，简直是急转直下。前脚还是逾越节的欢庆气氛，后脚他们的老师就被抓、被审判，然后钉上了十字架。这感觉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然后呢，到了第3天，城里又开始传一些很奇怪的消息，说，坟墓空了。就是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那天傍晚，咱们故事里的这两个门徒心里烦透了，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伤心之城。你试着想象一下他们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太沉重了。他们就这么走着，感觉整个十字架的阴影都压在身上，每一步都像灌了铅一样。一路上呢，肯定就是翻来覆去的聊刚刚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些创伤，感觉自己的信仰啊、希望啊，全都没了，化为乌有了。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彻底的迷失。你不仅看不到未来，你甚至会开始怀疑，我过去坚持的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就在这两个人这么难过、这么绝望的时候，一个新的人物登场了，一个陌生人就这么悄悄地加入了他们，跟他们一起走。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神秘的旅伴，马上就要改变一切了。这个陌生人一上来，开口就问了一个问题，听起来挺简单的。你们俩这一路走着，都在聊什么事儿呢？这个问题一出来，那两个门徒当时就愣住了，脚步都停了。他们心里肯定在犯嘀咕，不是吧？这几天耶路撒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还有人不知道呢？你看啊，这里就特别有意思了，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就出来了。在两个门徒看来，这不就是个有点好奇的路人吗？但是我们作为听故事的人，我们是开了上帝视角的，我们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陌生人其实就是他们以为已经死了的，现在复活了的主。只不过呢，他这个时候还没让他们认出来。原文里说，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你看，就这么一句话，把那种悲伤的感觉一下子就写活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跟这个陌生人倾诉，把心里的话都道了出来。说起那位他们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先知，说他们本来以为他就是来救赎整个以色列的，结果呢，却是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声音里啊，得有多么的失望和心碎。好了，接下来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就要来了。这个神秘的陌生人终于要开口了，但是他一开口说的话，可以说会彻底颠覆这两个门徒对所有事情的理解。他没有上来就说哎呀别难过了之类的，没有，恰恰相反，他上来第一句话带着一点温和的责备。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哇，你听听这话，简直就像一道闪电，一下子就劈开了他们那种悲伤的氛围。这个陌生人其实是在挑战他们的绝望，他想告诉他们，嘿，你们觉得这些事是悲剧，是失败，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恰恰是在实现那些古老的预言呢？然后一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牛的圣经讲解就开始了。他就从摩西的书开始，然后一路讲下来，把所有先知书都过了一遍。他非常系统的把经文里所有提到关于那一位的记载都给他们解释了一遍。
就好像是把一颗颗散落的珍珠用一根线给串了起来，而这根线的终点不偏不倚，正好就指向了刚刚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一切。这么一路听下来啊，这两个门徒心里就开始起变化了，一种很奇妙的变化。他们突然发现，哦，原来那些看起来又随机又悲惨的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其实是一个宏大故事里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你想，他们心里那仅熄灭的希望，是不是就像是又被点燃了火苗？他们肯定觉得，哇，这个人太厉害了，怎么懂这么多？他的洞察力简直了。甚至他们会觉得他说话的那个感觉，怎么那么像我们的老师亲自在讲呢？就是这种全新的理解，让他们的心啊，开始一点点的火热起来了。不知不觉啊，这段路就快走完了，太阳也下山了。咱们故事的高潮部分呢，就在一顿很普通的晚饭里悄悄地来了。这两个门徒啊，已经被这个旅伴给迷住了，就特别热情地邀请他说：“哎，天黑了，跟我们一起住下吧。”好，他们就坐下来吃饭了。就在饭桌上，这个陌生人很自然的就坐在了主人的位置上，然后他拿起饼来注谢，接着把它拨开。你注意，这一连串的动作其实非常简单，也非常安静，但就是这些动作，马上就要引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了。这个动作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我猜那两个门徒心里肯定也是咯噔一下。拿起饼注谢，再拨开。天哪，这个动作他们看过多少遍了？一个简直不敢相信的念头，肯定就像闪电一样划过他们的脑海。那一刻，我估计他们连呼吸都停住了。就是在那一瞬间，他们的眼睛一下子就明亮了，他们认出来了，就是他。他们甚至可能看到了他手上的钉痕。你想想那个场面，他们肯定又惊又喜，刚要惊呼出声，刚要跪下来拜他的时候，唰的一下，他不见了，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桌上呢，只留下那个拨开的饼和两个被彻底震撼到说不出话来的人。好了，就这一刻，之前所有的什么绝望了、困惑呀，全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根本压抑不住的狂喜，还有一种全新的、特别紧迫的使命感。可以说，从这一秒钟开始，他们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12公里，大家想想，12公里是什么概念？这可不是一段短路啊！而且这还是他们刚刚才拖着那么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走完的路。但是现在呢，他们二话不说就要马上，而且是在大半夜原路返回。就这一个决定，你就能感觉到他们心里现在烧着一股多么强大的、谁也挡不住的能量。咱们来对比一下，他们这一来一回的两段路，简直是天壤之别。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垂头丧气，慢慢的走；回去的时候呢，那是在星光下又激动又开心的往回跑，什么累呀、饿呀，全忘了。刚才那条又黑又不安全的路，在他们眼里，现在就是一条通往希望的大道，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消息，要赶紧回去告诉大家。最后啊，让我们用那两个门徒自己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故事。他们后来互相问，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看，这个问题不光是他们自己的感叹，其实也是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当理解的光芒真的照进了我们自己的困惑和绝望里的时候，它到底能点燃一股多强大的火焰呢？这就是以马乌斯路上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就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那个瞬间，我们可能就会遇见真理，然后被它永远的改变。